大家好，我是竹君律师。之前我们讨论跟烧法的时候，曾经有提到一个人物叫邓如雯，她是一位被家暴多年，然后最终她只能杀掉有暴力倾向的丈夫来逃离家庭暴力的可怜女性。那也是因为她促生了家庭暴力防治法，可以说是她的牺牲让台湾的法治史跃进了一大步。所以今天想跟大家聊聊的是邓如雯杀夫案。邓如雯杀夫案我在搜寻资料的时候，我看到那个维基百科上的记载非常简单。他说，因为邓如雯的父母是经营那个小摊贩的，应该是槟榔摊。那摊贩的附近呢，有一个运德葬仪社，那葬仪社的老板是林荣祥。那邓如雯因为会帮爸爸妈妈顾摊嘛，所以就认识了这个葬仪社的老板林荣祥，跟林荣祥的弟弟，也就是本案的被害人叫林阿奇。那林阿奇整整大了邓如雯22岁。1986年的时候呢，邓如雯因为被林阿奇强暴，就因此怀孕，然后生下了他们第一个小孩，然后开始跟林阿奇同居。但林阿奇很常酗酒然后对邓如雯施暴，然后邓如雯如果逃回娘家，林阿奇就会用小孩的生命去要挟她，或者去邓家砸东西，然后绑架那个邓如雯的爸爸等等手法，逼迫邓如雯要回到他们共同的住所这样。然后最后两个人因为地方士绅的调解，还是结婚了，但林阿奇就死性不改，依然有家暴。结果1989年还曾经跑去那个邓家，就是威胁要泼汽油烧房子，逼得邓如雯在1993年的时候呢，带着2个小孩离开。可是最终也是被林阿奇逼回家，才愤而杀害林阿奇。这个是维基百科上的记载。它非常简单，但是如果你去看邓如雯的判决书的话，你会发现真正的事实就是比维基百科上严重可能100万倍不止。我们看看2审的判决书，它记载的背景事实它首先就说，邓如雯的妈妈在案发，就是邓如雯杀掉林阿奇这件事情，18年前，邓如雯的妈妈被林阿奇强暴。所以林阿奇先是强暴了邓如雯妈妈，然后在邓如雯国3的时候，因为妈妈住院，然后林阿奇就假装好心嘛，他大他22岁嘛，就那个叔叔载你去医院看妈妈，然后在这个路途中呢，他强暴了邓如雯。之后林阿奇又多次强暴邓如雯，才导致邓如雯怀上了长子。那因此就那个年代比较封建嘛，所以他们就觉得怀小孩了，于是他就跟林阿奇同居了。但同居期间他还是一直施暴啦，就是包括邓如雯在怀孕期间，他还是有施暴。那邓如雯就跑回娘家了嘛，结果林阿奇为了要逼邓如雯回来他把当时未满1岁的这个小朋友，就是婴儿，放在9人座箱型车的车顶，然后开车再急刹，就等于说急刹人就会飞出去嘛。那更何况是小朋友，他完全不知道要抓，他当时不到1岁，而且这一段过程不是只有邓如雯讲是有邻居看到这一切，然后是邻居趁着林阿奇不注意的时候，把这个小朋友救下来，交给了邓如雯的妹妹，带回邓如雯家里。然后林阿奇就因此跑到邓如雯家里去砸烂邓如雯家里的东西之外呢，他绑架了邓如雯的爸爸，还殴打他，就是他的岳父，就非常的夸张。结果邓家就因此而报警嘛。那报警之后呢，没有想到警察没有解决，反而是让地方士绅。那这个所谓的地方士绅是谁呢？大家自己维基百科可以查得到。他出面调解之后，让邓如雯嫁给了林阿奇。那婚后林阿奇就是依然不改嘛，他就是酗酒殴打邓如雯，只要受不了逃回家，林阿奇就会跑到娘家去闹事。那他的闹事方法不是只是大吼大叫他会毁损家具之外，他曾经有从那个娘家的门口放瓦斯进去，就他以为他自己可能是希特勒还是什么，就想要毒死他们家的人，然后把瓦斯桶往楼上砸下去等等，就是让邻居也都很害怕。那还是因为林阿奇的朋友出面去劝走林阿奇。79年8月那一次呢，林阿奇因为自己经商失利，次子那个时候刚满月，他把次子就是整个人倒过来，放在洗衣机直立式的那种洗衣机，不是会有漩涡嘛？他把他头放在那个漩涡里面。邓如雯阻止，还因此被林阿奇殴打，然后拘禁长达半个月。民国82年3月间呢，他又再次被林阿奇殴打，那一次他的头皮就是光一个头皮就有3处的撕裂伤，最长的达到5公分之长。那邓如雯就
因此又没有办法忍受嘛，他就又离家出走。那林阿奇就会扬言说，我要杀你全家，我要用硫酸泼你2个妹妹啊，然后我要强暴他们，把他卖到妓女院等等的，就会让邓很害怕。而且他不是只是说说而已哦，邓如文离家出走这段期间，他是会打电话去骚扰邓如文2个妹妹，就是要求他们要跟他上床，说什么你姐姐不在啦，反正你姐姐不在，你就来跟我上床之类的，就是你要代替你姐姐那种感觉。同年的9月呢，林阿奇又再次跑到邓如文的娘家去，把所有的玻璃都砸碎，扬言说要放火，还有要活埋邓如文的弟弟。所以邓如文就因此他只能回家嘛，不然他全家都会遭殃，他就又被拘禁了。10月27号就是案发当天，案发当天下午呢，邓如文接到他妹妹的电话，告诉他说他差一点被林阿奇强暴。那晚上大概6点多，林阿奇又喝醉回来，然后又在那边扬言说要杀害邓家人啊等等的，所以2人就剧烈争吵。林阿奇晚上7点的时候回到卧房去睡觉，邓如文因为悲愤过度，然后那个时候可能也有点精神耗弱的情况下，他就拿水果刀跟铁锤，在晚上9点的时候进入卧室，刺伤了林阿奇的头部、左肩、背部还有右下肢。那有一刀是致命的，是直接刺进林阿奇的心肺啦，林阿奇就当场死亡。9点45分的时候，邓如文打电话给林阿奇的妹妹，请她帮他报警，然后他就自首了。对，故事大概就是这样，所以你们知道，就是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惨烈的过程。所以这件事爆发之后，邓如文一开始就是被因为杀人带回去侦讯，然后应该我记得也是有收押的。可是他的故事很凄惨嘛，所以在社会上掀起一波很大的议论。然后当时不管是民进党或者是国民党，可以说是不分你我的，就去声援这个邓如文。然后他们还找了很多妇女协会啊、人权促进协会等等的去法院门口去抗议。四处去澄清，也因此就催生了一部非常重要的法律，叫做《家庭暴力防治法》。它在民国87年的时候公布施行了。也因为这部法律呢，中华民国就成为了亚洲第一个拥有保护令的国家。保护令它其实分作3种。第一种是紧急保护令，就是在急迫的情形下，这种东西呢，被害人是不能自己去申请的，他必须要透过警察机关或者是检察官。警察机关、检察官帮你申请之后，原则上他是不会开庭，而且他4个小时内就可以知道结果，因为他就是必须要应付一种急迫的状况啦，如果被刚家暴逃出来的人等等的。但这种保护令你也要说明一定的急迫性，你才有可能拿得到。那另外2种就是比较平常的，大家都会去做申请的，就是暂时保护令跟通常保护令。暂时保护令它的效力是在通常保护令核发或驳回之前，会先有一个所谓的暂时保护令，因为保护令的审酌它还是要开庭，所以它还是要一段时间，可能1个月到2个月。那为了避免加害人在这一段期间就再去伤害了受害者，所以它会有一个暂时保护令。那它的审核一样，它是不开庭的，它就是要填补这个空窗期。法院基本上做书面，他只要看到有验伤单，然后有陈述事实、有报警等等的，他就会核发所谓的暂时保护令，然后也会顺便帮你排通常保护令的庭期。那通常保护令就比较严谨了啦，它通常会有1年到2年的期限。原则上法院是会开庭审理的，请双方都会到场，然后去说明、去询问说是不是真的有这个家暴的情形，给双方一个陈述意见的机会。那保护令的效用，除了说对方不能再对你施暴，这个是最基本的嘛，它其实还有一个所谓的远离令可以申请的，就是说加害人要离被害人的工作地方、住家或者是租屋处等等的要离多远。那如果只要他接近譬如说他要离你住家方圆100公尺内，他都不行。只要他接近，你一样可以报警抓他。对，违反保护令会被关吗？有可能违反保护令是刑责。那所谓违反保护令，就是你不用真的做出伤害。就像如果保护令有远离令的话，那你接近那100公尺，你在99公尺的时候抓过去，它就是一个刑事责任，所以它是有可能会被关的。只是当然也要看你违反的那个严重性啦。那除了远离令，它还有所谓不能接触，就是可能连打电话给你、传讯息给你都不行，甚至它是可以要求加害人去做所谓的处遇计划，就是心理辅导啦。因为有暴力倾向的人，其实多多少少心理上是有点疾病的。像有些人其实不知道他自己的行为叫做家暴。那如果你们有未成年子女的话，你甚至可以透过保护令跟加害方要求说，那虽然我离开家了，但小朋友的抚养费你要给，这样子。那家暴的话，一定是指肢体上的吗？
不一定，其实精神暴力也是一种家暴，而且是可以合法保护令的哦，就恐吓、威胁、歧视啊。跟踪、监视、骚扰都可以算，甚至是所谓的经济控制啦，就是经济大权都在对方手上，然后你不被允许拥有使用金钱的权利，你任何花费可能都要经过对方的同意，这样过度的这种经济控制其实也算家暴的一种，但是不让你买那个 iPhone 跟 PS5不算哦。那为什么还是会有那么多家暴？其实以我接触到的个案啊，很多人他面对家暴的时候是真的都还是比较隐忍的态度，他可能会被打好几次才会决心要去做这个保护令。对，但也要跟大家讲，偶发性的冲突其实不算是保护令要处理的。什么叫偶发性的冲突？就是你们平常其实两夫妻相处的还好，只是因为一时吵架，对方可能推了你一把，或者甚至你们根本互殴，这种一次性的这种其实不是家暴要处理的问题。对，就是反正现在人也就很极端，他们分两种，一种是只要他们有小摩擦，他们就要保护令。那另外一种是他这被打了好几次，他也不知道要去申请保护令的。我希望大家可以取一个中间值啊。那如果你自己不敢去报警，或者是你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做的话，其实你不妨可以去找律师，或者去找社工，甚至是现在一些民间比较深耕家暴议题比较为人所知的，应该是立新基金会。那各县市政府其实也有所谓的家暴防治中心，那你也不用担心说你报警之后，或者是透过他们去申请那个保护令之后，你会不会无处可去？其实不管是政府或者是一般的民间单位，它都有所谓的紧急庇护，会有一个还不错的环境让你可以待在里面，然后会保密，对方是不知道你住在这个庇护中心的。所以打113的话，他也会帮我安排吗？会，如果有通报这件事情，社工是会去追踪说你是不是真的有需要保护令，或者是你需要庇护等等的，他们都很认真。就是在111年11月间呢，新北有一个纪姓妇人，她用水果刀跟铁锤杀害了自己的丈夫，就是跟邓如文的那个手法是差不多的，所以她就有引发了一些讨论。在调查过程中，法院就有发现呢，从民国104年到111年间呢，其实这个纪姓妇人跟她丈夫之间就有高达11起的家暴通报的记录。家暴的手法可能包括就是徒手跟拖鞋去殴打这个纪姓妇人，拿刀恐吓啊，做事攻击啊，然后甚至用大腿勒住被告的脖子，逼被告下跪等等。他也有恐吓要伤害被告的娘家人，所以就是有一点点把他太太当作仇人的在对待。那不只是这些通报记录，其实包括纪姓妇人的哥哥姐姐还有儿女都有出庭去作证过，说纪姓妇人跟被害人结婚这30年来，其实一直存在家暴问题。社工也有出庭作证过。但事发的前一天呢，纪姓妇人的老公虽然有喝酒，然后也有跟纪姓妇人产生争执，但他们是没有肢体暴力的。所以法院在这边，他其实是认定说，这宗杀人案没有所谓的立即危险。可是老实讲，我自己在看判决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就是判决里面其实是有记载说，杀人案发生的前几天，社工是有去到访纪姓妇人他家，然后去询问纪姓妇人说你需不需要庇护的。纪姓妇人拒绝了，所以法官就认为说，你看你拒绝了，如果你真的有立即危险，你那个时候就应该要走啊。法官有一个这样的说法。可是我自己在看这段描述，我觉得比较没有去考虑到的是说，社工他其实应该不是每一个案件他都会反复的去问你有没有需要离开你的家庭，应该是代表说这个事发前。可能1个月内、2个月内，其实是有一定的争执，而且那个争执的严重性让社工认为说，纪姓妇人应该是要先离开的，但法院没有去探讨这件事情。那总之，法院在参考了被告跟被害人之间的生活状况、犯案手法等等呢，他最后判了纪姓妇人7年2个月啦，就是比邓如文重2倍不止。对，为什么那么高啊？其实判决书它考量了很多事情，那我觉得真的去看，其实纪姓妇人跟邓如文之间也不完全相同啦。判决书比较有趣，他说纪姓妇人跟老公之间应该还是有一些爱情的，就是他们的生活其实没有到像邓如文这么受压迫。比较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纪姓妇人她没有上诉，她被判了7年嘛，那因为她有自首减刑，所以她理论上她最低的刑度是可以判到5年的，所以5年上面又加了2年多嘛，
这种状况，其实作为律师，通常会强烈建议当事人要上诉，而且因为是杀人案，所以法院会指定公设辩护人。基本上你可以不用自己花钱请律师，法院会派一个公设辩护人给你。那只要上诉，多多少少都可以再减一些刑期。但他选择不上诉，所以我自己从这一点来看，我就会觉得，其实继性妇人他面对整个案件，我觉得他应该是很无力的，就是他已经对这段生活很失望，他才会做出这个选择。然后最后的判决，他也就是直接认命了，完全没有要争取自由的意思。对，所以不能单纯只用他没有立即危险就去做出这样的判决了，好像没有考量到其实施暴者他的暴力频率或暴力的原因等等的。如果真的要每一件事情都锁在有立即危险的话，那会不会反而造成被害人他其实是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的？大家听完刚刚2则故事，有没有感觉到其实做一则判决是真的非常不容易的？那我觉得台湾法治的建立其实一直蛮令人骄傲，就是我们走得非常前面，不管是家暴啊、同婚等等的，一直是亚洲领先的角色。但立法后的维护跟施行，其实还是要仰赖司法机关跟民众的共同努力啦。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那针对家暴杀人这个议题，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讨论，会有什么疑问的话，都欢迎留言让我们知道。我是朱军律师，我们下次再见。